宅整活了，看看今天粉丝的投稿。品质住宅创意入口建模思路解析，内附插件，大家可以思考下这个模型的建模思路和用到的插件，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大家好，我是讨厌设计的 Mars，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关于建模相关的一些内容了。本期的视频呢，用到的一些插件呢是贝兹曲线、曲线方样、匹兹助手。以上这些插件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置顶或者视频介绍的位置可以获取得到。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基础的框架，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矩形框架。创建了一个12米乘以16米的一个尺寸，然后这两根线的话就可以不要它了。我们把这两条齿线往里面偏一个3.6米，OK， 然后连接，把这个呢，我们给它推个4200的高度啊，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 ，OK。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绘制侧边的这些线条，然后我就用到的是贝兹曲线。然后找一个高度啊，找一个这个地方的高度，比如说400啊，400的高度啊，400的话有点薄了，那就稍微调高一点。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找一个600的高度吧。OK， 好，然后我们用贝兹曲线开始绘制身上的线条。好，然后先来点第一个点，这个点的话要让它整体平滑上去，然后点第一个点，再点第二个点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点往上走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用贝兹曲线编辑这个命令，可以调节它的曲度啊，调节它的曲度变化。OK， 好，然后再画第二根一样的方式，然后点击这个点和这个点，先找这个点，然后再来找这个点。好，然后一样的方式，你可以如果觉得线条不合适或者不好看，可以适当性的去做一些调整啊，让线条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的话，一样的方式，然后可以给它留一点点空间，1200 OK， 然后这边也一样的可以给它留一个空间2400 OK， 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绘制一个贝兹曲线啊，然后找一个这样的感觉。OK， 那现在的话，我们再用贝兹曲线编辑这个命令呢，给它去修改它的阶数啊，就是第二个命令，然后用到的就是修改它的阶数，然后把这个现在是阶数是2节，那我们把阶数的话改成6节吧，看一下够6节的数量会多一点，然后好编辑一点。OK， 那我们就这个点可以不动，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的话拖到上面去啊，拖到上面去，然后这个点的话也可以给它拖到这个位置上，对吧？然后这个点可以不动，然后把这个点的话给它拖到上面去。好，这样的话线条的话就呈现出来一个这样向上走的一个弧度。如果觉得弧度的点不够高的话，把中间这个点可以往上提啊，中间这个点往上提啊，提 OK， 调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啊，调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同样，我们可以修改它的段数啊，当然说最终一起调整也一样的 OK。好，那这样呢，线条出来了，完了以后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线条就生成出来了。生成出来了以后，为了能达到比较好的平衡点呢，我们可以用缩放工具，可以适当性的去调节一下线条的高度变化，啊，让线条整体上比较平滑的状态。OK， 好，那现在完成了以后呢，那我们开始统一的去调节这两个线段的段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调，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贝兹曲线的固定段数。把它改成比如说120段 OK 啊，当然在改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先修改这个段数啊，那我们先给它修改一下60啊，让它没有那种棱角感。再者呢，那我们就开始这个的话就开始对它进行去做整体段数的修改。我平常的时候呢，我都会把段数修的相对来说会高一点，这样的话做出来的模型呢会比较平滑一点。OK， 这两个段，这个段是120段，所以这两个段两边一边各60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但用这个改的话也一样的60啊，只要不超过99，那就可以用这个改啊，一样的方式60 OK， 这样的话两个段数它就平均起来了，后续生成出来的模型会更加漂亮一点 OK， 然后把我们隐藏的部分显示出来啊，这个模型不要它。好，然后显示出来以后呢，那我们要把这个模型的找掉的部分，那要给它补出来
只要给它补出来，我直接用矩形补更快一点。OK， 隐藏掉，大家可以看一下，把这个就可以清理掉了。好，这样的话，一个完整的面的状态就被生成出来了。OK， 好，那现在这个生成出来了以后呢，好，那我们开始需要去捕捉到楼上面这一块区域的，上面这块区域的形体呢，它有点特殊，然后我们把这一段线给它复制出来，给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用到的一个工具呢，就是 Z 轴压平功能，给它压平。压平完了以后呢，把我们隐藏的部分显示出来，把这个点给它对到上面去。好，这样的话就是两边是平衡的状态，两边是平衡的状态。OK， 隐藏掉它，可以看一下。好，那现在的话，那我们只需要提取这个上面的这3条线这4条线吧，把这4条线给它提取出来，隐藏，然后来一个定点粘贴。OK， 好，这样的话，整体的造型就被生成出来了。生成出来了以后呢，这些辅助线就没有用了，让我们把它清理掉，这样看得更清爽一点。那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用生成面的工具可以直接生成的，因为它是一个平面。翻转一下平面。好，那下面这个面呢，它是没有办法用这种常规的生成面的工具来去生成，所以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工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就是放样的工具然后这2根线条可以删除掉的然后我们选中这一根线，再选中这根线 ，OK， 这2根线，然后我们用曲线放样的这个命令，然后可以给它放样出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整体的面了。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分段数的让它直接连接就可以了。OK， 然后直接点击生成，好，这个面的部分就被生成出来了。进气一下，翻转一下平面。好，这些2个面都被生成出来了。那还有就是竖向的面，竖向的面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用放样的方式点它，再点它，捕捉面一样的方式这个修改段数我们就不需要了直接让它直连就可以了直连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点击生成 OK， 这样的侧边的面也被生成出来了。翻转一下平面 OK， 然后整体的基础造型我们就被生成出来了。生成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面选中它可以复制一份出来复制一份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这些组件和群组全部给它炸开，然后选中所有的这些打成一个大的群组。打成一个大的群组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要用的是实体工具这是 SU 的基础功能。那开始对它进行去做一些掏动的处理。那我们直接找到这个终点再找到这条线的终点然后直接创建辅助线把这些部分清理掉。这块区域呢，那我们给它创建一个矩形，那我们给它3米乘3米的一个矩形然后给它放到一个居中的位置，对吧？好，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然后这边呢，那我们就给它创建一个圆一个圆，把这个圆的话可以设置的稍微大一点，比如说2米的一个半径把这个圆的分段数我们给它修改一下，就是改成60稍微左右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左右调整一下它的位置，让它看上去更加居中和平衡。OK， 好，这2个 OK 了以后呢，那我们直接把这2个给它拉一个高度，这个高度的话没有一个固定的，然后只需要超过它的这个整体的高度就可以了。然后打成一个大的群组，然后直接往下放，让它产生重合。那我们只需要用到实体工具里面的剪辑功能用这个剪掉这个 OK， 把中间这个可以删除掉了。这样的话，这个洞的部分就被掏好了掏好了以后呢，那这个部分这个模型的基础框架的部分就被生成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渲染后的效果。OK， 整体的模型搭建的部分就这些。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键3连。如果大家有想看的其他的视频，或者是有搞不定的模型，可以私信发给我，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建模思路上的一些建议。好，那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